剥夺你的地球所有权。此后地球一切处置由公司全权负责。在吞噬星空的171集剧情中，地球被虚拟宇宙公司接管，红现身说出秘密，他竟被真神级巨斧创始者收为弟子。在地球秘密被巨斧斗武场得知后，众多强者纷纷前往地球，罗峰更是遭到眼珠王带来的众多强者围攻。关键时刻，9剑尊者派出的援军到来，而巨斧斗武场的石火尊者也在此时降临。石火尊者一登场就震慑众人，但是众人却惊讶地发现，石火尊者对罗峰的态度异常温和，并且因为自己的儿子眼珠王险些铸成大错，更是将眼珠王关进大牢1000纪元，直接就惊呆众人。即便是眼珠王杀了罗峰，也不至被关1000纪元。而这一切其实是他的老师虚金之主的安排。这位宇宙之主级别的强者下令关眼珠王1000纪元，那么这位宇宙之主级别的强者跟罗峰又有什么关系呢？此刻的眼珠王难以接受自己被父亲判处第9星域牢狱1000纪元的重罚，质问父亲石火尊者。石火尊者的回答令他如遭雷击，这道惩罚竟来自巨斧斗武场真正的霸主级人物，自己的老师虚金之主。在人类族群中，虚金之主地位超然，宇宙国主，石火尊者在他面前都要跪服，其权势之盛，唯有巨斧斗武场创始者能压一头。眼珠王惊恐不已，他实在想不通自己这样的小人物为何会进入虚金之主的视线。石火尊者坦言自己也不知老师惩罚的具体原因，但他开始怀疑这一切或许与罗峰有关。毕竟虚金之主向来护短，却对眼珠王毫不留情，再加上自己之前对罗峰的客气态度，都暗示着罗峰与虚金之主可能存在某种关联。尽管一个隶属虚拟宇宙公司，一个身处巨斧斗武场，最后石火尊者劝导儿子，此次惩罚也是魔力。他希望眼珠王能在服刑期间潜心修炼，未来掌握至宝，凭借自身实力立足宇宙，而不是永远依赖父亲的庇护。而此刻的罗峰却是一头雾水，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巨斧斗武场会有如此多的强者想要地球。从未谋面的石火尊者对自己的态度却是如此客气。就在此时，罗峰的大哥红发来消息，他要与罗峰和雷神见面，有要事相商。接下来，罗峰与红的见面将会让罗峰内心的一切谜团揭晓。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9星湾的幽静庭院内，罗峰、红与雷神齐聚，一场对话即将揭开宇宙深处的惊人秘密。此刻，雷神感叹地球陷入混乱，红却一语道破，此次事件已牵扯到宇宙尊者。当红透露自己通过人脉知晓石火尊者派不朽神灵前往地球时，罗峰震惊不已。要知道，巨斧斗武场作为超级势力，内部管理森严，权限分明，能查到这种机密信息简直超乎想象。红转而关心起罗峰与石火尊者的交锋，得知罗峰未受刁难后，红透露关键信息是虚金之主出面，让石火尊者乖乖听话。虚金之主这个名字让罗峰和雷神满脸震惊。在宇宙强者的世界里，石火尊者已是能开辟宇宙国的大人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能让他如此顺从？红开始为两人解惑，他提到混沌城内那52尊象征人类族群之高力量的混沌杯，其中的天虚混沌杯正是虚金之主的杰作，在52尊混沌杯中排名前10，其创造者虚金之主的地位可想而知，就连开辟宇宙国的宇宙国主在他面前都要跪服。罗峰震惊于虚金之主的强大，更惊讶于红竟能认识这样的超级存在。面对罗峰的追问，红仅以运气2字回应，这简单的回答背后似乎还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罗峰和雷神怎么也没想到，平时低调的红竟与虚金之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罗峰和雷神的追问下，红开始讲述这段传奇经历。当年红参加特等精英训练营，凭借实力进入巨斧斗武场核心层，并前往混沌城潜修。离开混沌城后，一次心血来潮的幻境海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幻境海那是一个充满意识威压的恐怖之地，越往后威压越可怕。从第10座岛屿开始，便是不朽神灵的意识威压，而第21座岛屿更是宇宙尊者级的威压。可红这个仅仅宇宙级的武者，却凭借着惊人的心境，一路闯到第21座岛屿。他向罗峰解释，修心有3重境界，第一重是让意识凝结如磐石，第2重是阴阳相合，刚柔并济，第3重则是心无限大，包容一切。红正是凭借对修心境界的深刻理解，才在幻境海中创造了奇迹。红的壮举惊动了巨斧斗武场的最高层，包括虚金之主和巨斧斗武场创始者。巨斧创始者直接收红为记名弟子，并安排虚金之主先对其进行指点，等红成为蜂王级不朽神灵，才有资格接受巨斧创始者的亲自教导。这等机缘在宇宙中堪称凤毛麟角。红还透露，虚金之主根据他极高的修心境界，为他制定了幻境武者流的修炼路线，让他在战斗中融入幻境攻击。不仅如此，红还向虚金之主推荐了雷神，雷神也将得到虚金之主弟子的教导。看着大哥和二哥都获得如此大的机缘，罗峰心中既为他们开心，也燃起了更强的斗志。曾经地球3兄弟实力相当，如今在宇宙的舞台上，各自都有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罗峰也在心底暗暗发誓，
要超越所有天才，站在宇宙的巅峰。对话的最后，罗峰向红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为什么那么多宇宙尊者都对地球虎视眈眈？地球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原来一切的起因源于红在幻境海的惊艳表现。宇宙级的红竟连续闯过20座岛屿，这一壮举不仅震惊了巨斧斗武场的最高层，也让巨斧创始者和虚金之主对他另眼相看。当他们发现这位怪才与被誉为数万纪元一出的绝世天才罗峰竟都来自同一颗星球地球时，敏锐的巨斧创始者意识到地球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怀揣着这份疑虑，巨斧创始者亲自前往地球探查。这一查竟牵扯出一段跨越1万年的隐秘历史。地球早在1万年前就被一位实力恐怖的异族大能者改造过。不同于普通生命星球，地球仿佛一个神秘的摇篮，任何在其怀抱中孕育的生命，尤其是胚胎，在发育过程中都会受到无形力量的影响，灵魂会在心境方面发生特殊进化。这也解释了为何地球上能诞生出众多心境极高的圣人。更令人震撼的是，巨斧创始者从改造痕迹中推断出这位异族大能者的身份，他拥有着足以与巨斧创始者比肩的实力，甚至连虚金之主都自叹不如。这位大能者曾创造出以身体进化为主的焰神族，虽然这个族群力量彪悍，但在心境方面存在缺陷。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一遗憾，他将目光投向人类，改造地球，试图孕育出一个心灵力量强大的全新族群。随着地球所在疆域被人类统领，这位大能者才悄然离去，但他留下的遗产却让地球成为了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地球的特殊性远不止于此，它不仅是孕育特殊生命的摇篮，其周围上千光年的星球都经过了改造，且地球本身拥有自我修复的神奇能力，即便被轰碎，也能在漫长岁月中重新凝聚。对于宇宙中整个人类族群而言，地球无疑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只要将拥有强大血统的孕妇送往地球，让他们腹中的胎儿接受地球的特殊影响，待孩子出生后，再辅以良好的培养和资源，诞生强者的概率将大幅提升。这个秘密的揭晓，瞬间让地球的价值飙升，甚至超越了一个宇宙国。作为地球领主的罗峰也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愈发沉重，一场关乎地球命运的博弈早已不是他能掌控的棋局。短短3个小时后，9剑尊者与一位神秘女子降临罗峰的庄园。女子代表虚拟宇宙公司带来了2个看似仁慈的选择。第一种方案，罗峰将地球所有权拱手相让，可获2000亿混元单位天价财富，但这笔巨款将分阶段发放，玉主及时仅能拿到2000万，直至晋升不朽级才能获得剩余的钱款。第二种方案则是考虑到他此前对故土的坚守，地球陆地仍归人类居住，海域及上空归公司所有，公司承诺不打扰陆地生活，还会投入资源培养地球人，而罗峰只能得到500亿混元单位。这2份方案表面是给予选择，实则是强权下的胁迫。虚拟宇宙公司作为庞然大物，本可一指令下夺走地球，如今开出条件已是恩赐。第一种方案的巨额财富足以令无数强者疯狂，可一旦选择，地球人将失去家园。第二种方案虽保留了人类的故土，但财富却大幅缩水。罗峰深知在宇宙强者的世界里，为了资源和利益不择手段是常态，最终他毅然选择了第二种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让同胞离开家乡。这份对故土的坚守赢得了2位尊者的欣赏，却也让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渺小。签署合约后，500万混元单位到账，并未让罗峰感到喜悦。面对各方强权，自己毫无反抗之力。但短暂的低落过后，他眼中燃起炽热的渴望。宇宙中的巅峰强者无不是从弱小一步步崛起。罗峰明白，他的征途才刚刚开始。